你从小就在我身边，我知你成熟可靠，但是他关系重大，若出半点差错，影响大局，我也只能杀了他。属下多年来时刻谨记大人指示，他如今学帝小姐已有8、9分像。那你可知道，今日他下错一次？属下每日督促他学习也很是勤勉，只是他的悟性终究不如帝小姐。无妨。若他棋艺不精，以后便少在人前坐骑。是。你要永远给我记得，她是我的一颗棋子，一颗非常重要的棋子。我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不好的局。属下铭记在心。子渊，我若要保你周全，是不是该敛藏眷恋，以免陷你于不测之缘？旁人知道是姬相情切，却不知我连见你一面，也要千丝回虑。你等了10年，我送你一个如期归来的弟子渊，你可还满意？会不会失望？我真羡慕弟子渊，他有太子等他10年，还有那么温柔又疼爱他的明熙哥哥。不过，我就是他，他就是我，他有的我也会有，他没有的，我一样也会有。你喝多了。母亲，你也喝一杯。我第一次喝酒，原来这酒这么好喝。你别喝了。母亲，我尝过了甜，就不想再吃苦了。我想成为真正的弟子渊，大晋的太子妃，京城中最让人羡慕的女子。眼下帝承恩倒也算安分，最近几日，他待在元水阁里，并无迎来送往，日日抄写佛经。我儿时却没有这等爱好，不过10年青灯古佛，也确实由不得他。皇宫是何反应？毫无反应。韩月、安宁至今未去见他，太后则力主古婉莹参与选妃，焦灼之下，竟风平浪静。如此，看来韩仲远的后手马上就要来了。没错，韩仲远不喜帝家女，可以更容不得古云年之女入主东宫，他会物色更有利的人选。左相的意思是，让北秦也参与选太子妃。陛下，
北秦与我大晋边境接壤，纷争不断呐。自帝家勾结北秦，全族被诛之后，我大晋与北秦通商交好，使得边境安宁。可只不过什么？依臣所知，北秦自前年起旱灾严重，边境纷争复有加剧。若此次能借太子选妃之事，缓和两国邦交，避免纷争，对我大晋及子民，未尝不是一桩好事。继续啊。北秦的莫双公主正值韶华之年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也与太子极为相配。好，那就宣诏请北秦公主参选太子妃。更多人参选太子妃，反而会分散大家对你的注意力，你就更安全。只要有假的弟子缘在，无论谁看我，都是一介水匪任安乐。垂涎太子的美色和权贵，直奔太子妃而来。谁会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弟子缘？子源，子源，弟子源这个名字如今听起来如此陌生。依稀哥哥，但这名字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在靖南的日子。子源，你还记得靖南的长丝花吗？是我父亲为母亲种的花，小时候花园里看若漫天繁星，只是入这京城之后就再未见过了。复仇之事事关8万人的清白，我们如履薄冰，战战兢兢，既不知成败，也不知此生命归何处。至于这长丝花，更是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。依稀哥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子源，小时候你问我，是帝家的人还是你的人，我的心意从未变过。你究竟在想什么？殿下，怎么自言自语啊？这没别人啊。子源归京，唯一登门的，就是他的旧尉骆明熙。他受了莫大的折辱，改名下山。现在在京城，有一个人孤苦伶仃。那殿下为什么还不肯去见他？我们之间已隔了太多。若想韩帝两家彻底和解，那你与岱山那位成婚，便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太子妃必然是弟子缘。太后可是有消息，要宣我入宫了。你抄再多的佛经，也是讨不到太后欢心的。我既不是权倾朝野的忠义侯之女，也不是金尊玉贵的北秦公主。一个罪臣之女，除了能诵一些自己手抄的佛经之外，还能如何？过去的旧事，今日可温习过了？背了10年，
早就熟记于心了，连与他最亲近的骆明熙不都没有起疑吗？朝堂中人深不可测，你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母亲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抄完这份便去备。如今太子殿下非我不娶，与他自幼交好的骆明熙也对我照拂有加，只要我讨得陛下和太后的喜爱，太子妃之位就非我莫属了。你不要再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了。可岱山上的10年囚禁，和如今的奚落和轻贱，就本该属于我吗？狄小姐，太后宫里来人了。这一局你的奇峰诡道，虚虚实实，下得不错。然而比起大人，还是棋差一招，最终落得满盘皆输。要是帝承恩啊，有你一半的悟性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或许那位棋艺不高，并非悟性的缘故。千月阁的消息，他将这些时日手抄的佛经送去了太后宫里。那这么看来，他所图的不仅是自由。母亲，太后派人前来传话。太后夸我字好，要我为新建的刑部大牢题字。她终于认可我了。你可知道刑部大牢是由靖安侯府改建的？靖安侯府荒废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不正好是物尽其用的时候吗？你如今是弟子园，靖安侯府是你的旧居。想当太子妃的时候，我不是弟子园；想题字的时候，我又是他了。母亲，眼下太子殿下迟迟不来见我，太后也因我身份作此刁难，万一我夹在中间两头得罪了，我就要重新被遣回岱山，从此我就永无下山之日了。您再看看，麻烦过一下啊。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北秦人来了。北秦公主参选太子妃，这应该是先前的时辰。大晋北秦虽止戈，但不慕至此还甘愿俯首参选。你对北秦的消息倒是灵通。我随将军驻疆，耳濡目染下，自是对北秦上心。是吗？是的。你也是言过其实。北秦诡诈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听闻他病了，你还推脱，不肯见他一面。你对他也是狠得下心呐。你觉得他是真的生病？靖安侯府改建让他来题字，如此作践于他，
相比改名，有过不及。所以如今朝臣上奏，此事算是暂且结果。只是若非子元非要给太后送些佛经，也不至于引火烧身。不过我是没资格说什么。当年若不是我将帝家旧剑献给陛下，如今我哪有资格坐在这儿跟你促膝长谈呢？是不是？经历此事，我反而确信，他心性即便10年磨砺也未改变，改名也只是一时权宜。他到底是不能跟这弥天血债和解。我听你这话暗示颇多啊。你是觉得我骆家的归顺也是权宜之举，并非真心实意臣服于当今的陛下吗？你我皆是局外人，与他的亲历，岂可相比？看来殿下因此怯于见他。其实你当初将他保下来，已属皇家厚德仁慈。如今倒实在不必将太子妃允诺贯彻到底。骆明熙，你在激我。我对子元从来不语，只是眼下他已归京，我更需筹谋周全，好保全他的太子妃之位。如何去做？接下来宫中将举办选妃大宴，在这之前，他若是能不惹人注目，一切便能水到渠成。如何哀悼？是啊，度日如年。但我若迫不及待，他必成众人眼中钉。殿下派去的暗卫，可也拦不住太后的懿旨。我的暗卫，似乎总是派得不够妥当。指安乐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既对北秦求亲置若罔闻，又不去看子元，你心念着被一钩记起的，不就是他吗？骆明熙啊，骆明熙，凡俗之情，离太子妃之位总是最远。我不是说我对他动情啊。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眼下选妃纷争，毕竟关乎江山社稷严根，人人都想入这个局，人人都有图谋。你想想，若是你因各种顾虑不愿意出面的话，他便不在风口浪尖之上，也有可能被有些人溺于水面之下。人心呐，从来莫测，多考虑清楚吧。日头这么烈，骆明熙，你大可不必送我。是骆大人。不过太子殿下还是如此细心呢。这京城向来此时日光最烈，今年看来又是干燥苦寒一起扎堆到来，但此时却是晋南长刺花开的最好时节。晋南从无严寒，不似京城，只是你我常年身在此地，也早应该习惯了。你这几日记得添衣。有劳挂念。你在做什么？起风了。看来这京城的风波漩涡，比想象中来得还快。殿下快回去吧，待会儿有大风雨。请。伞给你了，记得还我啊。太子殿下，好像要下雨了，让我搭个车吧。
殿下，你刚迎来帝小姐，眼下又多了一位北秦的太子妃候选人，可是欢喜的紧啊！任安乐，不要胡闹，我至今还未见紫渊一面。殿下这么说，难道是在向我自证清白和决心？那安乐可要心领了呀！眼下又多了一位北秦公主，我深知大秦太子婚事即国事，只是如今却也实在为难。哎呦，好大的雨啊！哎呀，太子殿下嘴上为难，人还是主动的倒向了安乐这边嘛。把水擦干。我是怕你因风雨着凉，大理寺事务忽然打理。打理那些事务，还不是为了给太子殿下解忧？你既为难，那不如让解百忧的安乐搭把手。那不如这样吧，听闻北秦公主到了之后，陛下将为你举办一场隆重的选妃大宴。为防止你怯场，明日我们在凌香楼演练一番，你觉得如何啊？荒唐！毕竟选妃宴上，殿下眼里可就未必有我这个任安乐了。又一年了，若不是这幅画，哀家都快忘了你的音容笑貌了。13年前你离去时，也是这种糟糕透顶的天气。当时我就在这里苦苦的等，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你的遗照。如今，连帝家孤女都下山了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善待她？为了帝家那个女人，你一向最是偏袒他们，可你从未惦念过我一分。说来，帝承恩近日有何异常啊？他虽侥幸逃过题词，但诵的佛经倒是比之前更认真了些。哼，究竟是虎是猫，哀家还得亲自瞧瞧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有人潜入我房中？帝小姐，什么事？帝小姐，太后娘娘传来懿旨，让你过去见她。太后娘娘愿意见我了，想必是对我的字很满意。皇家这道门，终究还是为我打开了。皇祖母一定会为难紫渊的。紫渊是这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。帝小姐呢？被太后召进宫去了。
哀家一心礼佛，倒是忘了你还在这儿跪着呢，委屈你了。起来吧。太后能见承恩，是承恩的荣幸，跪再久都不会有怨言。今日哀家把你叫来，你可知今日是什么日子？今日是太祖的忌日。承恩这些年一直在岱山上手抄佛经，一是为了太后祈福，二是为了祈愿太祖保佑大晋江山万年。是吗？是。拿来，给哀家看看。帝家谋逆，论罪当诛。陛下能留承恩性命，承恩心存感激。你真的是这么以为的？是。帝家的罪孽，承恩只希望用余生能还清一些。哼，你这孩子倒是懂事啊。看来，这岱山的水土，确实是比靖南的水土要养人呢。子渊，这不是你，你怎么可能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将军，你在这里守了一天，发生了什么？您为何如此失神？我亲眼看见他对太后卑躬屈膝。他本不应该回京的，他不知道要面对什么。将军不必过于忧心，太后到底是后宫之主，行事……冷北，你不了解太后，也不知道她曾经都做过些什么。我自幼长于她膝下，可如今连见她都不愿，不敢。你没事吧？无妨，只是在太后寝宫外跪得有些久了。先进屋吧。为什么擅自进宫？太后的旨意来得急，我找不到你，又不敢耽误。你可以躲起来，可以装病，可以等我回来之后再做打算。可那是太后，是京城中最有权势的女人。太后可以给你荣华富贵，却也可以让你悄无声息地横死在宫中。那就算我受伤了，不是还有你保护我吗？帝家有8万将士，尚躲不过天子之怒，我不过一介匹夫，护不住你。母亲，
母亲，我入京时看到别的侍卫剑上都有这个，我就想，别人有的东西，你也要有。你每日深夜才睡，就是为了编织此物？我身世孤苦，直到上了岱山遇见了你，才算是有了亲人。我病了是你照顾我，我想摘挂到树上的风筝，是你背着我。就连我第一次来月氏，害怕的不知所以，也是你安慰我。我不知京城有多大多危险，但在我小小的世界里，你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。母亲，我可以一直依靠你，对吗？古余年果然不肯死心，太后对帝承恩接连刁难之事，背后看来似乎也有他的影子。只是古婉莹声势渐微，怕已成定局。那是因为他在选妃乱局之中早无优势，哄得太后支持又如何？牵扯到国本之事，那韩仲远必然会慎之又慎。若非北秦公主参选，他说不定更中意你。可韩仲远却净做官虎斗，将压力和纷争都推给他人，倒是为难了那位好储君。因此我约他明日赴宴，再试他一试。这个不妨先熟悉一下如今各朝臣的动向。太子选妃果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这些动作，包括左相，本不足为道，但却可能逼得帝承恩去铤而走险。太后显示对我不满，太子迟迟不来见我，我不能再等，我必须主动出击。今日我需出门一趟。母亲，我现在有几分像他？形似，神却不似。这世上哪有不会变的人啊？听说安宁公主小时候也是娇滴滴、怯生生的，现在不也成了豪放不羁的将军吗？那可是岱山10年呢。他们该不会奢望还能赢回一个骄傲如初的弟子园吧？无论如何，你踏出这扇门要面对的不是我，你自己要小心。母亲，我知道，这世上我再也遇不到比你对我更好的人了。靖安侯府到春天便会开满海棠花，太子殿下甚是喜欢。殿下，帝小姐都已经下山了，你为何还要继续收帝家的东西啊？她昨日被祖母叫去刁难，我不能再坐视不管，必须要表明态度了。那殿下这回要亲手把礼物交到她手上？殿下，帝家家主的字画被一位姑娘看上了。姑娘？不会又是安乐姐吧？嗯？
冒昧打扰，此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，不知姑娘可否将它相让于我？此字对我来说也意义非凡，乃是我姑祖母亲笔所书。若是殿下喜欢，承恩可以忍痛割爱。不必，子源，此物本就是要送你的。子源，你头上的海棠花很好看，依稀还是靖安侯府旧时的模样。殿下，陛下已经赐名承恩，你以后就不要再叫我子源了。也好，以后我便唤你承恩。殿下，这位就是你心心念念10年之久的帝家小姐吗？这是温硕，你们之前从未见过。早就听闻温公子大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殿下，要不你们先聊，我在外面候着。好。若是禁言还活着，应该和温公子一般大了吧？你之前将禁言托付于我，是我没能照顾好的。是禁言无福，我没能看他长大，与殿下无关。但寒夜，如今帝家只剩我弟子元一人，你认为我还能当你的太子妃吗？殿下，我们久别重逢，可否送承恩回家？自然。殿下慢走。殿下，您可算出来了。安乐姐他们怕不是在凌香楼等着急了，咱们赶紧过去吧。殿下，今日难得见一面，承恩已是心存感激。若是殿下有事，承恩便不再叨扰。无妨。文硕，你找人给他们赔个罪，说我有事，不能敷衍。哦，好。太子哥哥平日从不迟到，怎么今日去采薇轩去了这么久？想必在这席上有他不敢喝的酒，不想见的人吧。大人，太子殿下今夜不来了。为何？殿下在采薇轩遇到了帝小姐，随后便送她回府了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原来在这采薇轩才有殿下想见的人呀。下次再见到殿下的时候，应该是要喝他和帝小姐的喜酒了吧？安乐，我始终相信你和哥哥才是良配。至于子源，你无需过多介怀。你放心，我既然能拿出这3万水师来求太子妃的位置，我定然不会轻易放弃。今日有些乏了，这酒留着下次再喝。好。殿下，刚见到的那位真的是你口中常提起的弟子源吗？我怎么看着不太像啊？他的眉眼确实是记忆中子源的样子，可他的性子竟让我生出陌生的荒谬之感。
跟安乐姐一对比，是不是更显得她不合殿下眼缘？荒唐。文说，你最近可有想起小时候的事情？小时候啊，我小时候染过一次风寒，去了半条命。在那之后，我5岁之前的事都记不太清了，我只知道后来遇到了殿下。记不得就算了，以前的事无关紧要。那既然是无关紧要，为何殿下迟迟放不下狄小姐？